蒸南瓜，老年人最常见的困境就是牙齿逐渐松动，任何生硬的食物都容易卡住。南瓜充分蒸到极软的状态，轻轻一抿就能化开，戴假牙也无压力。从肾脏保护角度看，南瓜是很温和的首选。新鲜南瓜每百克含钾148毫克，磷24毫克，钾磷数值表现偏低，受损肾脏的滤过系统不会因为这道菜而增加代谢压力。当肾功能逐步衰退，身体代谢产生的毒素无法正常通过肾脏排出的时候，南瓜中充足的膳食纤维会带动肠道蠕动，包裹住尿素氮等含氮代谢废物一同排出体外，这样就能辅助肾脏减轻排毒压力。单次食用小半碗，加熟后50到100克足够了。烹饪时要注意，不要食用蒸盘底部积攒的汤汁，因为蒸制过程中南瓜内部的钾离子会大量溶解到汤汁里。肾功能中晚期的人如果经常喝这类汤汁，血钾数值容易慢慢上升，会间接影响心脏平稳跳动。也不要蘸白糖调味，因为额外的糖分容易造成血糖升高，长期血糖失控会逐步硬化肾脏微血管，慢慢加重肾脏负担。水煮西葫芦，西葫芦的水分很充足，外皮薄而柔嫩，彻底煮透以后口感绵软顺滑，牙齿敏感的老年人吃起来毫无压力。它在低钾低磷的蔬菜里，属于电解质负担极低的类型。新鲜西葫芦每百克含钾91毫克，磷17毫克。肾脏像个全天候运转的滤水器，长期高电解质饮食会持续拉高肾小球内部的压力，而西葫芦这类低负荷食材可以有效缓解这种高压状态，能够保护剩余还存活的健康肾单位，避免肾组织持续超负荷损耗。日常用小碗盛半碗，单次加熟后约80克，既能补充水分，也能摄入基础维生素。菜与汤汁必须分离，烹饪时倒掉所有煮汁的汤水，因为煮菜水里溶解了大量钾元素。少用鸡精和味精来提升鲜味，因为味精内部自带隐形钠成分，过量的钠容易滞留体内水分，会导致血压小幅上升，身体出现轻微浮肿，慢慢增加肾脏与心脏的循环压力。软烂炖甘蓝卷心菜，经过长时间慢火炖煮以后，纤维变得软化，口感温润顺滑，很适合肠胃蠕动速度偏慢的老年人。新鲜卷心菜每百克含钾124毫克，磷26毫克，矿物质负荷可控。甘蓝富含萝卜硫素这种天然抗氧化物质，现有动物实验和体外细胞实验都证实过，这个成分能够缓解全身低度的微炎症。肾脏受损以后会持续存在慢性炎症，这种炎症会慢慢侵蚀肾组织，加速肾脏纤维化的进程。日常适量吃炖甘蓝，可以辅助减缓肾功能衰退的速度，但要注意不能替代正规抗炎药物。单次食用半碗，加熟后约80克，既能兼顾养胃也能护肾。炖煮阶段不要放入培根浓汤包这类高盐加工调味品，炖出的汤汁同样需要丢弃。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不仅钠含量超标，还会添加人体吸收率接近100%的无机磷，长期食用会持续给肾脏带来负担。盐分摄入过多还会干扰肾脏调节尿液的能力，不利于身体状态稳定。蒸熟的花菜泥，花菜隔水蒸软以后碾压成泥，质地细腻绵密，很像土豆泥，吞咽过程顺畅无阻碍，这特别适合咀嚼和吞咽功能已经弱化的高龄老人。新鲜花椰菜每百克含钾142毫克，磷26毫克，碳水化合物含量偏低，同时适配肾功能受损和血糖管控两类人群。花菜内部的碱类化合物搭配维生素 C， 可以保护肾脏血管内皮细胞，减少微血管和微血栓的生成，辅助延缓肾功能持续恶化。单次取半碗，加熟后约70克就行。制作花菜泥的时候，不建议为了提升香浓口感而添加芝士、黄油、炼乳或其他乳制品。奶酪里含有不少无机磷，日常频繁食用会让血磷数值慢慢走高，磷钙失衡以后容易出现皮肤发痒和骨骼韧性下降等情况。日常稍加规避会更利于身体的养护。慢炖茄子，茄子久炖到软烂拉丝的程度，粗纤维完全软化，几乎不用咀嚼就能顺着食道咽下去，是牙口偏弱人群的优选蔬菜。新鲜茄子每百克含钾122毫克，磷24毫克，属于标准的低钾低磷食材。茄子外皮富含花青素，能够清除体内过量的过氧化物，优化肾脏血流循环的状态。内部的海绵状膳食纤维可以结合肠道胆汁酸，
辅助调节血脂水平，间接减少血管脂质沉积，保护肾脏的供血血管。单次食用大半小碗，家熟后约70克比较合适。烹饪方式要优先避开红烧和油炸，油脂摄入过多容易血脂偏高，多余脂质会堆积在肾脏组织。红烧酱汁的钠含量很高，叠加食材析出的钾元素，会无形中增加肾脏每日的代谢工作量。脾胃虚寒的老人不用单次吃太多茄子，少量食用可以避免腹胀和腹泻这类轻微肠胃不适。蒸冬瓜，冬瓜经过高温蒸软以后通透嫩滑，入口轻轻一抿就能化开，这也是国际肾病诊疗领域公认的极低钾蔬菜。新鲜冬瓜每百克含钾52毫克，磷11毫克。在常见的食用蔬菜里，矿物质含量处于最低梯队，充足水分搭配极低电解质，能够温和促进肌酐、尿酸等代谢废物的排出，全程不会给肾小球滤过膜增加额外的压力。单次食用3-4块，家熟后约80克。不建议饮用蒸至渗出的冬瓜汤水，也尽量不要搭配骨头汤或海鲜汤一同炖煮。肉类和海鲜熬煮的汤水中嘌呤和矿物质偏多，经常饮用会让血尿酸慢慢升高，长期下来容易对肾小管产生慢性影响。针对尿量少和常年水肿的透析患者，可以适当减少单次的食用量，更好地把控每日水分摄入。蒸黄瓜，黄瓜经过高温蒸制，粗糙坚硬的植物细胞必被破坏，质地变得顺滑软糯，大幅降低食用以后胀气和腹胀的概率。去皮新鲜黄瓜每百克含钾102毫克，磷19毫克，矿物质表现很不错。慢性肾病患者容易出现代谢性酸中毒的问题，进而引发肌肉损耗和肾功能下滑。黄瓜属于碱性的低钾食材，能够轻微辅助调节体内的酸碱环境，减少肌肉分解，但这仅是日常调理，不能替代碳酸氢钠这类纠正酸中毒的专用药物。单次吃3-4厚片，家熟后约70克就足够了。蒸制前建议完整削去外皮，瓜子的矿物质只是小幅偏高，无需刻意掏空黄瓜表皮。粗纤维会刺激脆弱肠胃黏膜，同时会聚集更多的钾和磷矿物质。去皮食用能轻微减轻肾脏的排泄负担。炖煮白菜叶，炖白菜时只保留软嫩菜叶，剔除粗硬菜梗，口感清甜顺滑，适配老年人群的消化能力。新鲜白菜嫩叶每百克含钾128毫克，磷30毫克，自带充足的天然抗氧化物质。肾功能不全的状态下，体内堆积的自由基会持续攻击肾小管上皮细胞。白菜里的抗氧化成分能够减少细胞的氧化损伤，起到辅助防护作用。煮好以后充分沥干汤水，单次食用半碗，家熟后约80克。日常尽量少吃腌制酸菜和咸白菜，吃鲜白菜的时候也少蘸重盐和酱料。腌制蔬菜经过高盐发酵，钠含量偏高，长期食用会加大肾脏血管的压力，不利于肾脏状态稳定。清炖白萝卜，白萝卜切块以后经过长时间的炖煮，自带的辛辣刺激感完全消散，质地软糯，轻轻一压就能碎开。新鲜白萝卜每百克含钾143毫克，磷19毫克，电解质水平很友好。萝卜内部的芥子油搭配粗纤维，能够提升肠道蠕动的速度，缩短毒素在肠道停留和重复吸收的时间，减少血液中大分子毒素的堆积，这样就能辅助肾脏减负。存在肠胃溃疡问题的老人要少量食用，可以避免芥子油持续刺激创面引发不适感。单次食用3-4小块，家熟后约70克就可以。炖煮全程不建议加盐腌制，也少用重油红烧。炖煮完成以后，汤汁全部倒掉，汤汁会浓缩食材析出的钾和钠离子，经常喝汤容易造成血压波动，慢慢增加心脏与肾脏日常的代谢压力。去皮水煮甜椒，甜椒削去硬质外皮以后充分煮软，口感细嫩，不存在卡牙和刺激肠胃的隐患。去皮去籽的新鲜甜椒每百克含钾126毫克，磷15毫克，这是少见的同时满足低钾和高维 C 两大优势的蔬菜。肾衰竭患者大多伴随肾性贫血和全身低度炎症，高浓度维生素 C 可以促进肠道铁质吸收，改善贫血状态，同时清除体内的炎症因子，保护剩余健康的肾单位。单次半碗3-4块，家熟后约70克。甜椒外皮属于难以消化的角质层，还会聚集更多矿物质。烹饪前去除外皮，既能减少肠胃的负担，也能小幅降低肾脏的排泄压力。去皮焯水莴笋，
莴笋削去外层粗纤维硬皮，内部嫩茎经过沸水焯煮以后，软滑易吞咽。去皮的新鲜莴笋嫩茎每百克含钾107毫克，磷23毫克，水分充足且磷含量偏低。莴笋能够辅助调节人体电解质平衡，减少钠离子在体内的滞留，稳定血压，缓解肾小球高灌注带来的持续损伤。切薄片单次半碗，加熟后约70克刚刚好。莴笋更推荐焯熟以后食用，不建议生吃。凉拌生鲜莴笋的草酸含量偏高，长期大量生食的话，草酸容易和体内钙质结合形成沉积物，慢慢增加肾脏的代谢压力。沸水焯烫可以分解大部分草酸，同时溶出一部分钾元素。焯煮以后的沸水全部倒掉不用即可。炖山药，山药炖到极致软烂绵密，性质温和，不伤肠胃，软糯质地无需费力咀嚼，对肠胃的刺激很小，适合需要补充温和热量的肾病老人。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，不同于前面各类天然低钾蔬菜，新鲜山药的原生钾是291毫克，磷32毫克，属于中钾的根茎食材，不可直接炖煮喝汤，仅做单次焯水只能减少约30%的钾元素，降价效果有限。规范的操作方式是切小块，用冷水浸泡30分钟，搭配2次沸水焯烫沏汤。经过完整处理以后，钾含量才能降至180毫克以内，安全区间更适配肾脏养护的需求。山药内部的粘液蛋白可以在胃黏膜形成保护层，降低肾病患者消化道出血的风险。山药多糖还能辅助改善胰岛素抵抗，避免高血糖增厚肾脏基底膜，损伤肾功能。单次3-4小块，加熟后约60克，吃完以后要对应减少同等分量的米饭或面条摄入。不要直接炖汤饮用没有经过去钾处理的山药，也不要蘸白汤吃。没有经过浸泡和焯水的山药汤汁，钾元素浓度偏高，肾功能偏弱的人群长期饮用的话，血钾容易慢慢升高，不利于心脏维持平稳状态。焯水慢炖土豆，土豆炖软碾压成泥以后，绵密细腻，入口顺滑好消化，是很多老年人喜爱的主食类蔬菜。同样要特别说明，和瓜类和叶菜类的天然低钾蔬菜不同，新鲜土豆的原生钾是347毫克，磷41毫克，属于高钾的根茎食材，直接煮制食用会带来较高的钾负担。想要把钾降到安全的150毫克区间，必须严格执行切小块冷水浸泡30分钟，2次沸水焯烫并丢弃全部汤水的完整流程。只做单次焯水无法实现有效降钾，肾功能受损的人群往往需要限制肉类和蛋白质摄入。土豆中的优质淀粉能够供给人体必需热量，避免身体分解自身肌肉，产生大量代谢毒素。单次半碗3-4小块，加熟后约60克。食用以后要同步减少米饭等主食的摄入，尽量不要省略浸泡和焯水的步骤直接炖汤。日常少吃油炸土豆条、未充分去钾的土豆以及炖煮浓汤，长期食用容易让血钾数值出现波动，部分人会慢慢感觉肢体发软、心跳不稳。日常规范处理食材，就能更好维持身体舒适状态。